我死在了一个五谷丰登的秋天，没有人在意，也没有人为我披麻戴孝守夜7日。我死后的第2天，丈夫就敲锣打鼓，高兴地迎接另一个女人进门了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1980年结婚当天，白石滩军区大院，爆竹声阵阵。祝陆团长和团长夫人百年好，早生贵子。院子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窗户上贴满了喜字。席间的宾客说着祝福，私下却鄙夷地讨论新娘子。沈清河，一个逃荒女，真是踩了狗屎运，嫁给了陆团长。哎，听说当初陆团长和广播站德林同志青梅竹马，就差上门提亲了，却被沈清河横插一脚，可惜喽。我安静地坐在席间，一句话都没说。重生回到10年前，和陆怀安结婚当天，我久久不能回神。上辈子我是当牛做马累死的。我死的那天天气很好，秋高气爽，黑土地上的红高粱红彤彤一片。我弯着腰，挥舞着镰刀，不知疲倦地割了7、8亩地。我只是想坐在地上歇一歇，却再也没站起身来。邻居说我苦了一辈子，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却死了，太可惜了。甚至我死后第2天，我的团长丈夫陆怀安就将青梅竹马带进了门。一时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可惜还是可悲。回笼思绪，我看向身旁坐着的陆怀安，他一身笔挺的绿色军装，英姿俊朗，眼神里带着军人的凌厉和震慑，不怒自威。面对众人的小声议论，他一个眼神扫了过去，就让所有人瞬间噤声。故人再见，我心底五味杂陈。上辈子我逃荒来到东北白石滩，原本是要投靠自己的未婚夫赵渠，只是没想到他在关外早就娶了媳妇，又英年早逝。我人生地不熟的，差点被流氓地痞欺负，是一身军装的陆怀安挺身而出救了我，甚至为了我的名誉说要娶我。沈同志，我想和你一起过日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单位要分房子了，要是结婚就能申请大点的，请你和我组成家庭。我被陆怀安的真诚和实在感动，答应嫁给了他。但从结婚到死，这个男人都没碰过我，只因新婚夜。他说：沈清河同志，我当初因公受伤不能人道，以后那方面可能没法给你幸福。而这一世晚上回到婚房，陆怀安依旧说出上辈子同样的说辞。我没再像上辈子那样百般引诱，试图让他重振雄风，而是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：没关系，刚好我也不孕不育。面对我的坦然，陆怀安有些意外。我们在床上躺下，彼此无言。过了很久，他又说：如果你想要，我也可以用手帮你。活了2辈子，我第一次听他说这种令人面红耳赤的话。但上辈子我夜里一次次撩拨着去拽他的军裤，却被当成是对他的羞辱。再来一次，我已经没了当初的心情。不用了，早点睡吧，明天你还要去部队训练。我说着，从书桌抽屉里拿了一瓶红墨水，拧开，在床单上倒了几滴，迎着陆怀安疑惑的目光里，我解释：有了落红，明天洗床单才不会被人误会，也省得被人说3道4。上一世因为新婚夜的床单上没有落红，我被人戳着脊梁骨骂了半辈子。这辈子我不想再被骂了。陆怀安看着我的动作，眼里的情绪晦暗不明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他说完，从柜子里抱出一床新被子，把整张床一分为2。我还不太适应跟别人睡一个被窝，暂时先1人1床被子吧。我没有异议，毕竟上辈子我一个人已经睡了10年了，要是2个人睡一床被子，我反倒还觉得别扭。一夜安眠，第2天我一大早就醒了。我下意识看向身侧熟睡的陆怀安，男人眉眼丰润英挺，五官端正的棱角分明。昨晚2人挨着的被子早已隔开出了一道天堑银河，只是陆怀安被子里微微隆起，立起一座山丘。都说男人那玩意早上容易起立，但陆怀安不是不行吗？我下意识伸手去掀他的被子，刚掀开一条缝就被压了下去。他皱眉盯着我：你干什么？喊你起床。我面不改色地收回了手，我怕你迟到。军号声响起我就会起床，不用你喊。陆怀安说完就从床上起来，披着军大衣去了浴室。哗啦水声响了整整半小时，直到外面军号声响起，他才走出来，对着镜子穿戴整齐。临走前他叮嘱我：我们的结婚报告我昨天已经交去了团部，你记得去把结婚证拿回来。我点了点头。等他开着吉普车离开，我立马骑着28大杠去了团部。上辈子的当牛做马，生生累死在高粱地的一幕，如走马灯一般在我脑海中浮现。当初逃难没吃没喝，我活了下来，后来有吃有穿，还嫁给了人人羡慕的团长陆怀安，却被活活累死。重来一世，我还要在这一场无爱无性的婚姻里继续蹉跎吗？进了团部登记办，工作人员问我：同志，你是来领取结婚证的吗？看着窗口的大红喜字，我坚定地摇了摇头。不，我要拿回我和陆怀安团长的结婚报告，取消登记，有信息填错了，到时候重写一份再交上来。我随便扯了一个理由，工作人员没多疑，在一沓资料里翻到了我和陆怀安的结婚报告。还好昨天你们交的晚，没来得及办证，不然撤回手续可麻烦了。我接过报告道谢，麻烦同志了，还好没交上去，省了离婚的手续。走出团部，我就把结婚报告撕碎丢进了垃圾桶。看着稀碎的白纸，我松了口气，这辈子我再也不用被婚姻的枷锁束缚，一天24小时围着军区大院，围着陆怀安和他爸妈转了。回到家，我把昨晚的床单拿去河边清洗，刚往河边走，就听到一些关于我不清白的传闻。昨晚陆团长新婚夜，房间里却安静的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不会也嫌弃沈清河是个二手货吧？肯定的，当初他说是差点被侵犯，但谁知道到底有没有捅破那层膜。我端着盆直接走过去，冷着脸看向那几个长舌妇：住口！你们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但没人把我的话放在眼里。为首的赵大嫂更是阴阳怪气：哟，刚嫁给陆团长就摆团长夫人架子，还不是个被人玩烂的破鞋。上辈子我忍气吞声，被戳一辈子脊梁骨，现在我不想忍了，我把盆丢在地上一摔，没有证据就是造谣，造谣是要坐稳的。赵大嫂被吓了一跳，身子一个不稳掉进了冰河水里，她在水里扑腾着大喊：来人啊，救命啊，团长夫人要杀人了！一群人手忙脚乱，不一会儿连警察都来了。沈清河，
有人举报你涉嫌故意杀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错愕不已，正要解释，就看到在周边巡视的陆怀安也赶了过来。被救上来的赵大嫂看到他，更是两手一拍，坐在地上开始哭诉：陆团长啊，你这新娶的媳妇心思歹毒，刚刚硬是把我往河里推。周围人更是纷纷附和。对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沈清河故意的。我忙看向陆怀安，我没有碰他，是他自己没站稳。够了！陆怀安毫不犹豫打断。这么多人正在，你还要狡辩？赶紧跟赵大嫂道歉。我没有做错事，我不会道歉。我执着地看着他。陆怀安面色冷沉，带着上位者的凌厉和威严压迫。随意诋毁、诬陷军嫂是犯法的，难不成大家宁愿坐牢也要诬陷你？一时间，周围的好事者不敢再随便乱说话。赵大嫂也心底发怵，连忙从地上起身。算了，我自认倒霉。陆团长还是好好管管你这个新媳妇吧。说罢，他就一身湿哒哒端着洗衣盆走了。其他人也立马化作鸟兽，四处散开走远。人群散去，陆怀安端起我的洗衣盆放进吉普车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一路上我们谁都没说话，像是在无声对峙，直到大院门口，陆怀安才忍不住再次开口。作为军人家属，你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。你不仅代表军嫂的形象，也代表了我。说着，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粮票和邮票。今天刚发下来的津贴，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按时上交给你。他将票子放在门口的桌上，又转身往外走。我今晚还有训练，直接住宿舍不回来了。你早点休息。不等我反应，陆怀安就开着吉普车离开。前世今生，他总是这样，不管大事小事，从来都不是商量，而是通知，以至于我想说两人分开的事，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。我辗转难眠，想了一夜，觉得我们实在没必要再继续纠缠下去，倒不如早点说清楚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陆军训练营找陆怀安。我刚走进营地，就看到一群身穿军绿色训练服的士兵，一边负重训练，一边整齐划一地喊着口号：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流血流汗不流泪。他们常年训练的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肤色，脸上还带着艰苦训练的汗珠。我一眼看到前面气度不凡的陆怀安，被浸湿的军装勾勒出紧实的肌肉线条，展现出强健的体魄。四目相对，我没有打扰，直接去了他平时休息的宿舍等待。但刚走到门口，我就看到晒衣绳上晾了一条红色吊带睡裙。单身男宿舍怎么会有女人的东西？正在这时，身后传来陆怀安的声音：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准备问睡裙的事，就看到一个扎着麻花辫、穿着红色连衣裙女人走来。怀安哥，我把你内裤上的破洞缝好了，你试试合不合适？看着来人，我一眼就认出，这个女人正是他前未婚夫赵渠的老婆，也是上一世陆怀安敲锣打鼓娶回去的寡妇林倩薇。目光相对间，林倩薇神色坦荡：嫂子，你别误会，我看怀安哥内裤破了，顺手帮他缝了2针，毕竟他一个大男人又不会这些。说着，他笑盈盈地把内裤放在了床头衣柜的抽屉里，动作熟练的好像是自己家。我没在意，转而问他：林同志，外面的睡裙是你的吗？林倩薇不好意思地点头。我住的宿舍经常晒不到太阳，只能拿到怀安哥这里晒，嫂子你不会介意吧？我直言不讳地提醒，你一个结了婚的女人，还是跟别的男人保持点距离的好。我的话让他瞬间红了眼。我知道你一直介意我和赵渠的事儿，但赵渠没了，我一个寡妇确实容易让人误会，对不起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都不会来找陆团长了。他当即把睡裙收下来，扭头走了。陆怀安看着林倩薇远走的背影，黑沉的眸子望向我。林倩薇同志和赵渠已经是过去式，现在他也只是在军区广播站工作而已，所以才住在训练营宿舍。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面对他的指控，我只觉得无力。既然你这么想维护他，那我们也没必要一起过了，分开吧。陆怀安错愕，下颌线绷得很紧。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要离婚？军婚不是儿戏，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要再说气话了。我正要说话，突然哔的一声哨响，陆怀安就已经戴好军帽，立即飞奔出去。我只能对着他的背影大喊：陆怀安，我们根本没有办结婚证，不需要离婚。但我的声音被集合声和军号淹没，没办法，我只好离开，打算另找时间跟他说清楚。我去了自己上班的食品厂，撤销了婚假，直接到岗。上一世我为了照顾陆怀安的爸妈，没能在自己岗位上发光发亮，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干活，争取做最优秀的女工人。冬天的天黑得很早，下班时已经看不清路了。我打着手电筒，拎着斜挎包往家属院走。走到门口的大槐树下，突然窜出一个黑影。清河同志，听说你和陆团长结婚后，他一直没碰过你，你难道不寂寞吗？来人是当初差点侵犯我的流氓林庆星，他抹着摩丝的大背头，锃亮发光，看得我两眼不适。我扭头就走，却被他拦住去路。都说没有破过处的女人是不完整的，你不如跟我在这大槐树下做一对野鸳鸯，体验一下女人真正的快乐。说着，他一把抱住了我。上次没得手，这次可不能让你给跑了。我挣扎着警告他：林庆星，我是团长夫人，你敢乱来是要吃一辈子牢饭的。推搡间，家属院里一声惊呼：沈清河背着陆团长偷人了！瞬间，院子里的灯全亮了起来，挨家挨户跑出来看热闹。大槐树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林庆星立马松开了手。我衣衫凌乱地站在那儿，脑子里很乱。没一会儿，陆怀安回来了，周围人添油加醋地讲述着刚刚的一幕。陆团长，你这媳妇可真不老实，偷人都偷到家门口，昨天推赵大嫂下水，今天跟野男人勾搭，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我气得发颤，沙哑着解释：我没有，是林庆星又欺负我。陆怀安脱了身上的军大衣披在我肩上，而后眼神凌厉地看向众人。我媳妇儿只是摔了一跤，林同志扶了她一把而已，大家不要误会。那一个眼神扫向林庆星，对方也急忙讪笑附和，一溜烟地窜出了人群。家属院的众人神色各异地打量着我，但也纷纷噤声各回个屋。我被陆怀安拉回了屋。3年前你不让我报警抓他，现在你又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让他走了。我直截了当质问他，整个人还心有余悸。陆怀安不可置否：反正你也没真的被他怎么样，
要是闹到警局，人尽皆知，你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他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心头，叫人难堪又心寒。难道他们说我偷人搞破鞋，就不是人尽皆知的丑事了？陆怀安眉眼涌过一缕复杂神色。倩薇正在竞选广播站长的关键期，他的家属不能有任何污点给他拖后腿。他看似解释的话，更像是一把刀。我几近哽咽，你为他考虑的那么周到，那我呢？他叹了口气，轻轻将我抱在怀中。你和他不一样，他死了丈夫一个人不容易，但你还有我。我心口淤堵，一把推开陆怀安。这辈子有你没你都一样，就算是上辈子我受了委屈遇到困难，陆怀安都没有第一时间护我帮我，甚至死在田埂上来给我收尸的人都不是他。陆怀安甚至还继续劝慰我，你是团长夫人，要大度一点，要有奉献精神。我颤抖的声音不由大了几分，我不是团长夫人，也不是你老婆，我只是我自己，沈清河。我不想再因为一个没用的头衔被束缚和绑架，但对上陆怀安紧皱的眉心，我突然觉得累了，更没必要再对牛弹琴。我转过身，直接在炕上躺下，背对着他。我累了，想要休息。他坐在床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果放在我的枕边。别生气了，我今天特意去城里给你买了大白兔奶糖。见我迟迟没有回应，他也没耐心继续哄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明天队里还有实战演习，我去宿舍睡。脚步声渐远，最后砰的一声房门关上。我睁开眼，眼眶干涩的生疼。一夜无眠。翌日，我照常去上班。刚走到厂区门口，就有人一边打量我，一边对我指指点点。我本不在意，但直到中午去食堂吃饭，所有人都离我远远的，没人愿意跟我坐一个桌子。傍晚下班的时候，大家也全都避开我，议论纷纷。你们知道吗？昨晚沈清河和那个林庆星在家门口的大槐树下当野鸳鸯被人发现了。当初他装成贞洁烈女喊林庆星要侵犯他，背地里恐怕早就和对方勾搭在一起了。陆团长是个好男人，可惜娶了这么个不要脸的。要我看，沈清河嫁给陆团长恐怕也是为了团长夫人的名号。没想到厂里还有人嚼我的舌根，我气不过想要上前质问是谁乱说。刚走2步，就看到厂长推着自行车朝我走来。清河同志，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。我呼吸一滞，为什么？车间主任叹息一声，无奈道：你也听到了，现在关于你的风言风语太多，严重影响食品厂的名声。本来只想让你休息几天避避风头，但陆团长打电话到厂里，直接替你辞职了。我错愕不已，急忙去电话亭给陆怀安打电话。昨天的怨气连带着今天被开除的委屈堆积在一起，全都爆发了。陆怀安，你凭什么替我辞职？电话里的陆怀安声音平静。现在外面流言蜚语太多，你不上班我也养得起你。我感到意外，大脑停滞了几秒，就又听到他说：我爸妈今天会来大院探亲，你以后在家也方便照顾他们。我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陆怀安要我辞职的真实目的。他们来了，你自己照顾，别指望我。他不解，为什么？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上辈子我为了照顾陆怀安的父母主动辞职，结果却被他们挑三拣四，嫌弃我是个逃荒的外乡人，不仅觉得我比不上林倩薇，还暗讽我是个不下蛋的鸡，甚至连和外人对我说3到4，就是因为婚前不检点才导致婚后一直不孕。陆怀安见我一直沉默，声音不由冷了几分。孝敬父母自古以来天经地义，你作为我的妻子，怎么能好吃懒做逃避责任？清河同志，你我夫妻一体，就应该同甘共苦，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。不等我反应，那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。我出了电话亭，独自往家走。一路上，我都在想着怎么避开陆家二老，但我没想到自己刚进家属院，就看到家里已经多了几道人影。陆父坐在客厅的红木沙发上看报纸，陆母在厨房里忙碌饭菜，就连林倩薇也来了。她系着围，都跟在陆母身边洗菜，孝顺的像个儿媳妇。陆母一脸还亲切的询问：倩薇，你和怀安准备啥时候让我抱大孙子？林倩薇羞涩一笑。怀安哥已经在我肚子里播了种，应该快了。我大脑陡然空白。陆怀安说自己不行，却和另一个女人已经有了孩子。我错愕之际，林倩薇发现了我，连忙从厨房走了进来。嫂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你在上班，怀安哥让我去车站接叔叔阿姨回屋。陆阿姨一直把我当儿媳看待，所以我刚刚开玩笑接了话，想着等你回来再澄清。说着，她扭头看向陆母。陆阿姨，这才是怀安哥的新媳妇儿，我刚才和你闹着玩的。陆母上下打量着我，嫌弃的啧了一声，长得不如倩薇，身段也不如倩薇，一看就生不出儿子。沙发上的陆父放下手里的报纸，也瞥了我一眼。结婚这么大的事，怀安也不说清楚，我们大老远过来一趟，还以为倩薇才是我们儿媳妇呢。言语间全是对我的不喜，我早就习惯了他们的冷言冷语，此刻也毫不在意。我正要进房间收拾东西，陆怀安回来了，他明显感受到气氛异样，主动走到我身边。爸妈，这就是我前2天娶进门的媳妇儿沈清河，还没来得及写信和你们说。陆母毫不领情，丢下一句我只认倩薇一段席就转身去厨房忙碌了。一旁的陆父也没搭腔，继续在沙发上看报纸。只有林倩薇游刃有余地招呼道：怀安哥，饭菜马上就好了，你和嫂子洗手准备吃饭吧。饭菜上桌，陆怀安和林倩薇被陆家二老围在一起嘘寒问暖。吃完饭，他们又寒暄到了半夜，林倩薇才回军区宿舍。我从始至终都像一个局外人，无人问津，一言不发。深夜，陆怀安和我同榻而眠，见我依旧沉默，他忍不住解释：今天爸妈只是太久没见倩薇，才那么热情，你别多想。我淡淡回应：这辈子陆父陆母喜欢谁，想让谁当他们的儿媳妇儿，都和我没关系。见我不反驳不质问，陆怀安很是欣慰。你放心，我爸妈他们不会常住，只是过来探亲。你不想做饭就去国营饭店打包回来，我的津贴养得起。外面的那些风言风语，我也已经让人去调查了。
不会让你一直受委屈。上辈子他也说要去调查，结果我等到死都没等到这个男人还我一个清白名声。这辈子我已经不抱希望，也不想纠结了。陆怀安，你没必要这么冠冕堂皇，我之前就想告诉你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其实我们两个人根本没领结婚证，也算不上夫妻，我不需要你养，也不需要你的假好心。这几天我会从家属院搬走，以后大家各过各的人生。我说了很多，也等了很久，都没等到陆怀安的回应。一扭头，我发现身边的男人不知何时早已睡着了。我忍不住苦笑，他永远都是这样，不在乎我的想法，也不会听我说了什么。但我已经将心底话脱牌而出，压着的石块也松懈了。翌日我醒来时，陆怀安已经走了。我一出卧室，正在看电视的陆母就明嘲暗讽：日上三竿才起床，真不知道怀安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好吃懒做的媳妇儿。我上辈子就习惯了陆母犀利的言语，只当没听见。我一边刷牙一边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，突然听到村广播里放出的声音：改革开放迎新春，经济特区蓬勃发展，大力吸引人才促增长。国家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，实施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。我听着听着，猛地想起上辈子80年代南方设立经济特区，经济飞速发展，被后来的人们誉为遍地捡黄金的时代。甚至在80年代中期还掀起一波下海潮，不少北方人跑去南方做生意，个个成了大富翁。顿时我的脑海里涌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去南方下海经商当老板。而且上一世我就跃跃欲试，但陆怀安经常出任务，陆家二老无人照料，导致我一辈子都没走出过白石滩，去追过自己的梦想。现在我和他没结婚，工作也没了，与其待在白石滩受人排挤和议论，倒不如去南方大胆追梦。说干就干，我吃过早饭立即去食品厂把自己剩余的工资领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在路边看到一辆熟悉的军绿吉普车，旁边金店的玻璃窗内，陆怀安正在拿着一枚金戒指往林倩薇右手无名指上戴，而林倩薇耳垂、脖颈甚至手腕都戴着金黄的首饰。买完金器，他又带着林倩薇去了旁边的婚庆照相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底五味杂陈。上一世我操持家务，照顾公婆，陆怀安连个红头绳都没给我买过，更别说带我去照相馆了。眼泪悄无声息落下，我用指腹一点一点的轻轻擦掉。这一刻的眼泪不是委屈，只是一种噩梦清醒的劫后余生。我该离开这个禁锢自己2辈子的地方，也离开那个用婚姻捆绑我余生的男人了。我攥紧手里的13块2毛6，扭头去了火车站。你好，我要买去广州的车票。我将钱递进售票窗口，工作人员探头问我买哪一天的。我红着眼，嗓音微微发颤，今天越快越好。工作人员在售票机上检索一番，看向我，同志，今天去广州的票已经卖完了，最快也要3天后，那就买3天后最早的那班。我利落的交钱买票，看着手里的准程证，我长长的舒了口气。3天后去了广州，我就可以开启新生活，再也不会有人对我说3到4泼脏水了。刚走到一处僻静的巷子，我就被拦住了去路。嫂子，林倩薇浑身戴满了黄金首饰，炫耀之意溢于言表。当初我和赵渠结婚什么都没有，怀安哥知道我遗憾，今天特意带我去金店买了不少首饰。好看吗？看着他大张旗鼓的模样，我直皱眉头，最近不太平，你那些首饰还是收起来比较好。一路上人多眼杂，他这么招摇也不怕被人盯上。他却撇了撇嘴，嫂子你就别酸了，你嫁给怀安哥不就是看中了他的团长身份？说着，他凑到我的耳边巧笑嫣然，当初你愿意把赵渠让给我，不如现在把怀安哥也让给我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这番话说的荒唐，你想要的东西还要靠别人施舍吗？我懒得掰扯，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了。刚走2步，突然听到他又害怕的大叫一声，紧接着周围的路人也开始四处窜逃。我一回头就看到一群彪形大汉正在抢劫林倩薇的金首饰。他看到我，连忙指着我大喊，他是团长夫人，比我更有钱。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朝巷口跑去，却被人按倒在地，一柄锋利的匕首直接比在我颈脖上。原本僻静的巷口，因为刚才的吵闹，也迅速涌进来一群身穿绿色军装的人民子弟兵。陆怀安走在队伍前面，目光冷然，威慑镇人，把他们放了。为首的刀疤男直接把刀架在我和林倩薇脖子上，表情阴狠。陆团长，给我们一辆车，不然就要了这2个女人的命。陆怀安眉头紧紧蹙起，要车可以，一辆车换一个人质。刀疤男的目光在我和林倩薇的脸上游离片刻，刚要将我推出去，便听到陆怀安再度开口，先放左边的人。左边的人是林倩薇。我呼吸一紧，诧异看向陆怀安，却发现对方根本没有看我，他的目光一直都在林倩薇的身上，那么担忧，那么紧张。我心底发冷，又觉得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毕竟这2辈子我一直都不是陆怀安的第一选择。旁边的刀疤男大笑一声，陆团长大气，竟然愿意舍弃自己的老婆，人给你了，把路给我们让开。说着，他就猛地一推把林倩薇推了出去。林倩薇一个踉跄扑进陆怀安的怀里，泪眼婆娑。怀安哥。陆怀安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安慰他，没事了，别怕，有我在。见状，刀疤男笑道，原来陆团长是标老婆要美人啊。他身边的几个同伙也瞬间跟着笑了起来。我看着这一幕，感觉心里下了一场大雨，将我的心浇得都冷透了。我被刀疤男拽着往吉普车靠近，犹如行尸走肉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看到陆怀安更是毫不犹豫朝我扣动扳机。砰！刀疤男被打中右手，手中的刀应声落地，没了禁锢，我的身体瞬间失去平衡，脑袋猛地磕在了吉普车的后视镜上，瞬间鲜血直流。我模糊地看到镜片里冲过来一大群人，制服了刀疤男，还有陆怀安，大步朝我奔了过来。那紧张的样子，好像有多在乎我一样。再度醒来时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医院，陆怀安趴在病床边，眼下乌青，下巴冒出浅浅的青色胡茬，身上的军装也褶皱不堪。我偏过头去，一眼都不想看见他。他看到我醒，眸色涌动，你终于醒了。
感觉怎么样？那天你脑袋磕在了后视镜上，整整昏迷了3天，头还疼不疼？听着男人关切的话语，我心底没有任何波动。我咬着唇，声音沙哑：多谢陆团长救命之恩。察觉到我梳理冷淡的语气，陆怀安拧了拧眉，生气了。他立马解释，当时情况危急，你是我老婆，我必须先救林倩薇，毕竟人民群众才是最重要，我要对得起自己这身军装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人民群众最重要，我难道不是人民？见我一直不说话，他张口还想说什么，就听到隔壁传来陆母的声音：怀安，倩薇说她饿了，你赶紧下去买点吃的。我愣了一瞬，林倩薇怎么也住院了？陆怀安看出我的疑惑，向我说明那天抢劫，倩薇受了惊吓，这2天住在你的隔壁，我爸妈在照顾。你也饿了吧？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说完，他就起身走了。我脑袋昏昏沉沉的，隔壁的欢声笑语更是吵得我心烦意乱。我直接拔了输液管，下床去办理了出院手续。今天就要坐火车去广州了，我千万不能错过。回到家属院，我忍着额头上的伤收拾行囊，在卧室的抽屉里，我不仅找到了身份证，还发现一份发黄的文件，陆怀安和林倩薇的结婚报告，日期1980年9月1日，这时间是陆怀安和我结婚前，林倩薇的表弟林庆星差点侵犯我的那天。原来林倩薇成了寡妇后，陆怀安就打算跟她结婚。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还要娶我？陆怀安，既然你那么爱他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我拿着那份结婚报告，直接去了团部上交。同志，我重新上交陆怀安团长的结婚报告。对方接过文件，问了一句：这次信息都填对了吧？我点了点头，这次是陆团长亲手准备的，不会错。看到工作人员盖了红章，我才放心离开。离开团部，我直接去找村长帮忙开了一封南下的介绍信才回家。简单的收拾了行李，一个手提包就装满了我的全部东西，身份证、介绍信、火车票这些关键证件，我都装进了自己的斜挎包里。陆怀安给的东西，我一概没拿。刚提着包出院门，门口晒太阳的几个大嫂就纷纷开口：清河妹子，你这大包小包的，是跟陆团长吵架了要回娘家？回什么娘家？他可是逃荒来的，早就没有家了。要我看，他这种不检点的，恐怕是趁着陆团长不在家，偷了陆团长的钱去跟他的小情郎私奔吧。听着他们阴阳怪气的嘲讽，我面无表情。你们不用造谣了，我要离开陆怀安，离开白石滩，以后都不会再回来，也不会再碍你们的眼了。在大家的面面相觑和震惊中，我沉默的最后看了一眼家属院，而后大步迈向火车站。陆怀安再也不见。另一边，病房，陆怀安和父母一起照顾完林倩薇后，正准备去沈清河的病房看看，却被陆母一把拦下。你别再去照顾那个沈清河了，他磕了一下脑袋就矫情的要死。倩薇受了惊吓，你得好好守着。我们想要的儿媳妇一直都是倩薇，你得照顾好她。陆怀安眉头微蹙，妈，我和清河已经结婚了，她才是你们的儿媳。我一直都把林倩薇当妹妹照顾，现在她成了寡妇本来就不容易，你们这样乱说让别人误会了，她以后的名声怎么办？说完，他就推开陆母的手，朝着沈清河的病房走去。早上他给沈清河买饭回来，被母亲拉过来照顾林倩薇，只能让护士帮忙把饭送过去。也不知道那个女人吃了没有。陆怀安推开我的病房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床上的被子也早已叠得整整齐齐。他问下门口的护士，这个病房里的病人呢？他早上就办理出院了。护士回答，陆怀安正住，沈清河身体虚弱，又磕了头，医生说至少要住院1周才行。现在出院不是胡闹吗？他正准备把人找回来，家属院的赵大嫂突然火急火燎的来了，陆团长，你快回家看看吧，沈清河偷了你们家的钱，跟野男人跑了。什么？陆怀安震惊，他虽然不信，但脚下的步子却不由加快。回到家属院，大门口围了一群人，一进门，陆怀安就听到他们口中说什么离开走了，不回来了。难不成沈清河真的跟别的男人跑了？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直冲胸腔，他不顾一切地推开人群往里走，却看到一个大婶举着一张红色的结婚证，嘴里喊着大家快来看这张结婚证。原来和陆团长结婚的人不是沈清河，难怪他说要离开陆团长，永远都不回来了。陆怀安脸色一变，一把将结婚证夺了过来，右上角的红底结婚照映入眼帘，他瞳孔骤缩，上面的女人不是沈清河，而是林倩薇。目光映向左侧，他想看看是不是工作人员贴错了照片，可上面赫然写着林倩薇的名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和沈清河的结婚证怎么信息全都林倩薇了？陆怀安不可置信，周围的人群更是议论纷纷。陆团长，这到底咋回事？是啊，你跟沈清河办了酒席，怎么反而跟林同志领了结婚证？不会是结婚登记小同志搞错了吧？怎么可能搞错？军婚都是要经过好几遍审核的。一群人七嘴八舌，吵得不可开交。陆怀安攥紧手里的结婚证，直接推开自家门走了进去。他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家里的东西都在，唯独沈清河的东西全都不见了。肯定是沈清河误会了，所以才收拾东西要走。看热闹的众人依旧围在门口没有散去，还在津津乐道他和沈清河的婚事。他举起手里的结婚证，幽深静默地看向所有人，这张结婚证是假的，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。那双冰似的眼睛，眸子黑沉，凌厉起来让人不敢对视。顿时大院里鸦雀无声。陆怀安又问，你们谁看到我老婆沈清河了？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沈清河解释清楚，至于结婚证的事，等找到人再说。过了几秒，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，他好像朝火车站走了，不仅提着大包小包，听说还让村长给开了介绍信呢。开介绍信？陆怀安愣了几秒，身上的气息愈发冷冽，他直接开了自己的军用吉普车驶向火车站。虽然他还不清楚这张结婚证到底怎么回事，但他现在必须立马把沈清河找回来，把这件事说清楚。10分钟不到，陆怀安就赶到了火车站。刚走到车站门口，他就听到了火车咣当咣当的驶出站台，伴随着呜的一声，一股黑烟冒出。担心沈清河真的走了，他急忙钻进火车站四处寻人，但是直到天黑，火车站只剩下工作人员，他也没找到沈清河的踪迹。看着漆黑的夜色，他脑袋里冒
冒出一个念头，沈清河要是真的走了怎么办？这个想法一出来，陆怀安就吓了一跳，心里生出一种没来由的恐慌和后知后觉的压抑，但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。沈清河不可能真的走的，沈清河是逃荒来的，在老家早已没了亲人，他就算是走又能往哪儿走？在火车站找不到人，陆怀安索性去了村长家询问下午的情况。村长，听说下午清河找你开了封介绍信，当时他有说要去哪里吗？现在他人在村子里不见了。关于陆怀安结婚证的事，一个下午就已经传遍了，村长也有所耳闻。他摇了摇头，当时清河同志什么也没说。不过怀安，你和清河同志摆了酒席，现在又和林倩薇同志领结婚证，现在这件事在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，你得注意影响啊。陆怀安脸色一僵，正色道，村长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村长捋了捋自己的山羊胡子，叹息一声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既然结了婚，就好好跟外人分清界限。如果你心里还惦记着林同志，就早点跟清河同志说清楚，毕竟他从外乡逃难过来也是个苦命人。陆怀安心口一震，忙说道，我当初和沈清河结婚，已经做好了和他共度一生的准备，他这辈子也只会有他一个人，绝无二心。那林同志呢？村长看着陆怀安的眼睛，直言不讳，前几天可是不少同志看见你跟林同志在军区宿舍同进同出，不仅如此，你父母来探亲第一天，林同志就在你家待到了半夜，后来你还带林同志去买金首饰，去结婚照相馆拍照，这些待遇清河同志可没有。村长三言两语噎得陆怀安说不出话，他脸色微凝，才意识到自己这几天似乎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在村长那双略带浑浊的眼睛的注视下，他解释，我只是把林倩薇当妹妹而已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她看到她没了丈夫一个人生活，理所应当的就多了一些照顾，多余的就再也没了。买金首饰，去照相馆拍照，当时也只是因为任务，最近一伙抢劫犯猖獗，一直抓不到人，为了引蛇出洞，他才带林倩薇买东西拍照的。村长不赞同道，你只是当妹妹，但你让清河同志怎么想？大家都说你和林同志青梅竹马，当初差一点就结婚了，你每天也对林同志嘘寒问暖，就连乡亲们都觉得你们两个要在一起了，何况是你刚娶进门的老婆。这下陆怀安真的意识到了，他当时想着和林倩薇这么多年感情，能帮一把是一把，根本没想这么多，也没想到给沈清河造成这么大困扰，是他太粗心了，忽略了他的感受。谢谢村长，我知道了。见状，村长欣慰，又对他说道，不过你也别担心，清河同志说不定明天就回来了，他在老家又没亲人，这年头他一个女人也去不了哪儿，等气消了就回来了，你到时候多哄哄就好了。陆怀安点头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朝村长再次道谢后离开，他下意识地回了家属院。一路上他想了很多，反思了自己最近的行为。他和林倩薇习惯了从小的相处模式，遇事总是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，他也习惯了部队上的生活习惯，习惯了通知和接受，却忘了问问沈清河的意见。回到家属院，看到屋子里亮着灯，陆怀安心情激动，难道是沈清河回来了？他不由加快脚步，大步朝家门口走去。看到屋里面的人后，他的目光又暗了下去，环视屋内一圈，也没发现沈清河的身影，最后目光落在了沙发上的三人。爸妈、倩薇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三人听到他的声音，连忙起身，几人脸上都带着喜色。怀安，我们下午听说你和倩薇领了结婚证，连忙办了出院手续赶回来。邻居们说的是真的吗？陆母上前拉着陆怀安的手，眼角的褶子都笑出来了。陆父虽然没说话，但目光也紧紧盯着儿子。一旁的林倩薇更是欣喜又紧张，她没想到陆怀安会背着自己跟他偷偷领证，她一直还以为他嫌弃她是个寡妇呢。陆怀安颓丧的点了点头，那个证是真的，上面的钢印不是假的。陆父陆母相视一笑，连说了3个好。林倩薇心里也高兴，但是她还是走上前说道，怀安哥，虽然我们领证这件事你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赵渠也已经不在了，我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。陆怀安抬起头，神色严肃，结婚证不是我办的。陆怀安把今天的事大概说了一下，他看向面前的三人，正色道，结婚证虽然是真的，但这其中是有蹊跷，而且清河因为这件事已经离家出走了，我和倩薇的结婚证也不用当真，这2天我会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的。沈清河的身份条件，陆家二老这2天在家属院已经打听清楚了。陆母当即撇了撇嘴，满脸的不在乎。沈清河本来就是来逃荒的，我们家又不是收容所，走就走呗。说着，他又拉着林倩薇的手往儿子手里放，反正倩薇是我看上的儿媳妇儿，现在你们也领了证，你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，以后啊，你们踏踏实实在一起过日子就行了，最好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陆怀安拧眉，抽出自己的手，妈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他和林倩薇不是兄妹却胜似兄妹，怎么能结婚在一起？而且他已经娶了沈清河了，等找到沈清河回来了，他们还要好好过日子呢。陆母咂嘴，白了他一眼，谁跟你开玩笑了？陆父也跟着附和，你妈说的对，倩薇知根知底，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你们俩在一起再合适不过，等这段时间风言风语过去了，你再跟倩薇办个酒席就行了。陆怀安的脸色当即冷了下来，爸妈，我已经结过婚了，我娶的人叫沈清河。他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这么执意要让他去林倩薇当妻子。陆家二老无声叹气，林倩薇红了眼眶，她垂着眼眸，陆阿姨、陆叔叔，你们别再说了，我知道怀安哥嫌弃我现在是个寡妇，配不上他，结婚证的事就当是误会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他扭头走了，一头扎进漆黑的夜色，还不停地拿手擦脸，像是哭了。陆怀安愣了一瞬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
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，只是他们确实不合适。陆母眉头皱紧，推了他一把，你还不赶紧送倩薇？这大晚上的，他一个人万一出事怎么办？陆怀安不想送，有了先前村长的提醒，他觉得现在两个人更应该避嫌才是。但现在天色确实不早了，而且有之前沈清河被欺负的前车之鉴，他无奈只能追了出去，顺便也把两人之间的事情说清楚，省得以后再闹什么误会。听到身后的脚步，林倩薇嘴角忍不住勾了勾，她回头，眼角还挂着2滴泪。怀安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不放心我一个人走夜路。说着，他就要像小时候那样去牵她的手。陆怀安避开了。倩薇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林倩薇心中一喜，难道是她想通了？她轻轻点头，你说，以后你还是注意一些，别再有事没事到家属院或者队里来找我了。如果真有什么急事，就让通知我一声。陆怀安走在他身侧，声音清冷，小时候无所顾忌，但现在我有了家室，你是个寡妇，我们都应该避避嫌。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和一个寡妇，确实容易被人说闲话。林倩薇一愣，眼里的泪欲说先流。怀安哥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扫把星？村里人私下都说是我客死赵渠，嫌我晦气，不愿意跟我多来往。现在你是不是也开始嫌弃我了？陆怀安拧眉，我只是不想让人误会，你一个人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可以跟村长提，大家都会照顾你的。以前看到林倩薇流泪，他会觉得心疼，现在他只觉得烦躁。他已经有了妻子，不能总照顾她一个人。林倩薇应该学会自己成长，而不是遇到事情总叫他去帮忙。以后你别再有事没事来找我了。把人送到家，陆怀安丢下这句话走了。他走进漆黑的夜色，任由林倩薇怎么喊都没回头。他们该有自己的人生了。过了几天，沈清河依旧没有回来。陆怀安把白石滩找了个遍，也没找到他的踪迹。关于他和林倩薇领证的风言风语愈演愈烈。他拿着那本结婚证去了团部办理结婚登记的窗口询问情况。同志，请帮我查一下，是不是我的结婚证是不是登记错了？我的结婚对象是沈清河，不是林倩薇。说着，他把结婚证从窗口递了进去。工作人员看了一眼，又推了出来。陆团长，你的结婚登记没错，您提交的结婚报告就是您和林倩薇同志的资料，还是沈清河同志亲自提交的，说是您亲手准备的。工作人员把先前我撤回资料又重新提交的事讲了一遍。陆怀安诧异，定在原地，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而我又是从哪里找到林倩薇的个人资料的？电光火石间，他猛地想到了什么，他急忙看向工作人员，请问我可以看一下当时提交的结婚报告吗？工作人员当即把资料找了出来。陆怀安彻底石化，僵在原地。这是他当初准备跟林倩薇结婚的结婚报告，但是那时候他还没有遇见沈清河，他也没有喜欢的人。见林倩薇一个寡妇生活不容易，所以才想着跟她领证帮衬一下。他随手放在了家里的抽屉里，怎么被发现了？这下误会更深了。可怎么不问他一句呢？他还能解释一番，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了。谢谢。陆怀安把资料递了回去，他立即去找了领导，申请将这段荒诞的结婚登记作废。事后他又赶去了火车站，因为他有一种预感，我真的坐火车走了，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你好，前2天有一个名叫沈清河的女乘客来买票，可以帮我查一下她是坐的哪班火车吗？售票员微微一笑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无权透露旅客的私人信息，她离家出走了，我担心她的安危也不行吗？陆怀安追问，请问您是她什么人？售票员询问。陆怀安心口发涩，他是沈清河什么人？他们是夫妻，可是他们没有结婚证，我是沈清河的丈夫，我们已经办过酒席了。说着，他拿出自己的证件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只是关心我妻子的去向，害怕她出什么意外而已。售票员发现他竟然是团长，脸上的焦急也不似作假，便帮他查了信息，在电脑上敲敲打打一番。他回复陆团长，沈同志去了广州。广州，沈清河是逃荒来的，在广州又没什么亲戚，去广州干什么？顿时他心口涌上一个可怕的想法，最近人贩子猖獗，莫不会是误会了他和林倩薇的关系，被花言巧语的人贩子拐骗去了广州吧？想到这个可能，陆怀安马不停蹄回了家属院。他拿了钱和身份证明，准备去广州寻人。出门时却被陆母拦住了，你这火急火燎的拿着钱是要去哪？不会是沈清河在外面白吃白喝要你去交钱吧？妈，沈清河可能被人拐到了广州，我得去把他找回来。陆怀安解释。陆母瞬间就不乐意了，说不定他是跟哪个野男人跑了，你还找他干什么？在客厅看报纸的陆父也十分不赞同他的做法。你是一名军人，突然不打报告，没有报备就擅离职守去广州，确实不妥。你凡事都应该以自己身上那身军装为重。他放下手里的报纸，起身走到儿子身边，语重心长，你既然和倩薇领了证，就好好过日子。沈清河就算再好，可他一声不响就闹离家出走，还是那么远的广州，可见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。他走了也好，不然以后也是个绞夹精。面对父母的一再撮合和劝阻，陆怀安直接挑明，结婚证我已经申请无效登记作废，领导也同意了。什么？陆母大叫一声，变了脸色。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做决定？当初你娶沈清河的时候不和我们商量，现在离婚又不和我们商量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这一对父母放在眼里？面对母亲的无理取闹，陆怀安叹了口气，我已经和沈清河办了酒席，是事实婚姻，再跟林倩薇在一起算什么样子？别人是可以告我重婚罪，是要坐牢的。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去团部找领导申请作废了。一听到可能要被关起来，陆父陆母顿时不吭声了，但是他们也觉得没必要千里迢迢大费周章的去找一个跑了的女人。陆父思虑再三，开口道，我们知道你有责任心，但是沈清河没工作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可你呢？你是团长，
每天要管理一个团的人，你说走就走，军人的职责怎么办？在父亲的劝说下，陆怀安也逐渐冷静下来，不打报告，擅自行动是大错。我去广州的事，我会报告旅长的，谢谢爸的提醒。他说完就快步出门，去找了旅长申请。旅长办公室看着去而复返的陆怀安，旅长眉头皱得很深。怀安，你是我最看好的兵，现在正是边防生产的关键时刻，你作为团长怎么能长时间离岗？陆怀安知道自己突然请假不合适，但现在找到沈清河也很重要。旅长，沈清河突然南下去广州实在可疑，我担心他是被人拐骗过去的。旅长眉头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，可广州那么大，你要去哪儿找？又怎么找？我给你批假，是批半个月、1个月还是1年？如果找不到你怎么办？一直找，接二连三的问题，堵得陆怀安一句话都说不出。旅长字字珠玑，说的都是现实问题。去了广州，他不知道去哪找，也不知道怎么找，更不知道如果找不到沈清河自己该怎么办。旅长，他我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。旅长喝了口茶，语气无奈。当初你升团长的时候，可是连队里公认的胆大心细，结果结婚报告都能弄错。现在人走了，你开始急了。人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多关心关心？说罢，他垂下眼，朝陆怀安摆了摆手。结婚登记我能帮你作废，但是批假这件事我没办法批准，你也自己好好回去想想吧。陆怀安垂头丧气出了办公室，心里再不愿意也知道已成定局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没再回家属院，每天在部队白天黑夜不知疲倦的训练。队里的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钢铁人。陆家二老见儿子天天不着家，周围的邻居暗地里把他们家的事当饭后谈资。没多久，他们跟陆怀安打了个招呼，又搬回老家了。林倩薇后面也去找过陆怀安几次，但他全都避而不见。每次休息时间，陆怀安都会跑去广州打听沈清河的下落，但广州真的太大了。这个年代想要找一个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他找了3年都没找到他的一丝踪迹。沈清河好像彻底消失在了他的世界，而陆怀安也会经常做噩梦，梦到沈清河被坏人抓走了。他口吐鲜血地朝他大喊：“陆怀安，都怪你，是你害了我！”每次醒来，他都大汗淋漓，以至于最后沈清河成了他的心病。1986年元旦，喜豪大酒店，陆怀安奉命前往珠海参加珠粤护航活动，保护一位声名显赫的青年企业家。这位企业家不仅年轻有为，捐赠了许多希望小学，还有一支国外聘请的科研团队搞研发。陆怀安站在酒店门口，一边等待企业家的到来，一边筹谋着等活动结束，再去广州新增的2个区域找沈清河的下落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绿色吉普停在了酒店门口，看到熟悉的同事，他立即打起精神迎了上去。车子熄火，车门打开，下来的竟然是一个女人。她一身正红色套装，胸前系着一条白色丝巾，一头波浪卷发，知性优雅，而女人的脸正是他魂牵梦萦的沈清河。陆怀安瞳孔骤缩，正在原地。清河，如果不是一模一样的眉眼，他几乎不敢和眼前人相认。一头栗色的波浪卷发，不仅涂着张扬的红唇，更是穿了一袭气场逼人的红色的套装，妥妥的事业女强人，和她当初逃荒到白石滩时完全是2个模样。不过现在的她比从前更漂亮了。驾驶位的同志下车，走到陆怀安面前介绍道：“陆团长，这就是你这次要保护的女企业家沈清河。”说着，他又扭头看向我：“沈老板，这是从东北来的陆团长，此次活动你的安全全权由他负责。”和陆怀安再见，我也很意外，但很快我朝陆怀安伸出手，微微一笑：“陆团长，你好。”他僵硬的和我握了握手，又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：“你怎么当老板了？”在他的眼神里，这些年我似乎应该吃不饱穿不暖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面对他的态度，一旁接送我的同志诧异：“陆团长，你和沈老板认识？”他点了点头，心头涌上一股酸涩：“认识，不认识。”我和他同时开口。开车的小同志见状，大抵知道我们2人是旧相识，连忙和陆怀安交接了几句就匆匆走了，只剩下我和陆怀安。故人再见，我并无多余的感情。我大步朝酒店走了进去，陆怀安跟在我身边，喉头阻塞：“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”“陆团长，这应该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吧？”我声音冷淡，头都没回。当初我离开时就已经把他当作陌生人了，这次相遇我也十分意外，没想到时隔5年，我们竟然还能再遇见。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感叹世界真小，一转角就又相遇了。走到酒店房间门口，我提了房卡进入就要关门，却被他拦住了：“我们谈谈好吗？这5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。”他眼眶微微发红，深不见底的眼眸情绪翻滚。没必要，我风轻云淡，手上的力道不由加重。陆怀安的手被夹在门缝之间，很快就变红，甚至开始流血。我们就这么僵持着，谁也不松手。最后我觉得没意思，松了手，扭头朝房间里走。陆怀安跟在我的身后，手在滴血，但他像是感觉不到痛一样。他的样子像是有好多话想问，有好多话想说，但一张口他又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我没管他，径直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，思虑着这次活动又要花多少钱，要拉多少投资和股份。以前我以为当了老板就不用自己干活了，没想到其实比当员工的时候还要累。半晌，我没听到陆怀安的声响，忍不住睁开眼望去，一时间四目相对。我很快移开，不想看他。不是要他吗？这些年当老板肯定很辛苦吧？陆怀安心疼地看着我，毕竟以前我逃荒没东西吃，但看着很有活力，现在怎么看怎么疲惫，吃不了苦怎么当老板？我不答反问，这些年我确实很苦。刚到广州的时候，我浑身上下加起来才几十块钱，广州的物价又贵，吃饭要钱，住宿要钱，我又没什么技能，很快身上的钱就花光了，还听不懂粤语。创业当老板就像是一个可笑的梦，我只能在饭馆里给人打白工，求人家给我一个地方住，一碗饭吃。好在我有上辈子的记忆，后来抓住风口做了点小生意，慢慢越做越大走，成了人们口中的创意贷，甚至还有项目跟国家合作，受国家保护和扶持。我的梦从构想到实现才走了5年而已，这么想我又好像不苦了。陆怀安走到沙发前，
执着地看着我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反观我的样子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他。找我干什么？我不明白，找我干什么？甚至现在说这些话的意义又是什么？陆怀安沉默一瞬，可能他也发现了，现在的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总是带着一种防御的攻击性，带着扎人的刺。他还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，我以为你当初被人拐卖，担心你会出事，而且你当初为什么要提交我和林倩薇的结婚报告？我们摆过酒席，是大家公认的夫妻，5年前你又为什么一走了之，再也没了消息？他把这些年积压在心里的话全都一一吐了出来，希望我能给他一个答案。珠海的冬季仍旧带着夏天的热，我解开领口的扣子透气，打卡房间里的瓶装水灌了几口，然后打开阳台的窗，掏荔枝女士香烟点燃，猛吸一口，我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。我当初让村长开了介绍信的，怎么可能是拐卖？你喜欢林倩薇，我看到了你早就准备好的结婚报告，顺手帮你一把而已。至于我没有消息，分开的前妻就该跟死了一样，一条一条回复完，我又吸了一口。这些年压力大的时候，我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以至于现在养成了习惯，而且在谈业务的桌子上，有时候抽烟和喝酒比那些天花乱坠的话语更管用。陆怀安看着我吞云吐雾的模样，皱紧眉头上前掐断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手里一空，我吐了一口浊气，这应该不是陆团长的职责范围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我想你可以出去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我闭上眼，揉了揉太阳穴，有时候抽烟也是麻痹神经疲劳的一种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就在门口，有需要及时叫我。陆怀安其实还有很多想说的，但是看着我疲惫的模样，他默默转身退了出去。我真的累了，甚至连澡都没洗，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我已经连轴转了20多个小时，刚从深圳谈完业务赶来珠海，明天又要马不停蹄继续去展会开会，脑子一直紧绷。我睡了2、3个小时就醒了，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肚子也咕噜咕噜的叫。洗漱一番，我打算出去找点吃的，一打开门就看到门口蹲着的陆怀。你醒了？他站了起来，从怀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着烤红薯递给我，我刚刚去楼下买的，怕你醒了会饿。我扫了一眼没接，他就硬塞给我，还是热的，你尝尝。我不爱吃烤红薯，我怔怔地看着手里的烤红薯，随后径直下楼，随便找了一家粉店，而那个温热的烤红薯一直到我吃完饭都没打开。陆怀安看着，心里空落落地问我，你还是不愿意原谅我吗？我不明所以。他坐在我对面，向我诚挚地道歉，当年的事我知道错了，没有明确和林倩薇的男女界限，你走后我就想清楚了，也跟他划清了界限。那张和他的结婚证我也申请撤销作废了。他垂着眼，无措握着双手，心情紧张，不敢和我的眼神对视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？我起身，没有拿那个烤红薯。陆怀安看着那个冷掉的烤红薯，心也渐渐沉了下去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有时候没有答案就已经是答案了。他重新将红薯放在口袋里，追了上来，你讨厌的，我以后都可以改。我讨厌看见你。我走到天桥上，平静地看着桥下的车水马龙。上天给了我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，如果我继续和上辈子一样，那我重活一世的意义是什么？一抬头看到白色的东西在天空飘荡，我忍不住伸了伸手，我以为下雪了，原来是白色的飞絮。陆怀安，广东不会下雪，破镜也不会重圆，你既然是来保护我的，就做好自己的分内职责，不要总做些逾越身份的事情。过去的事就该让它过去，时隔5年，我们都应该有新生活了。我不想听他什么后悔之类云云，如果后悔和道歉有用，那受了伤的伤疤为什么不能还原如初？其实当初我刚到广州的时候，除了辛苦以外，每天晚上都会做梦，梦见陆怀安，梦见上辈子。五谷丰登的秋天，秋高气爽，黑土地上的红高粱红彤彤的一片，跟我当初跟陆怀安结婚的那天一模一样。我弯着腰，挥舞着镰刀，不知疲倦地割着1人高的红高粱，好似没有尽头，永远都割不到头。广袤的大地，我那么渺小，我只是想坐在地上歇一歇，却再也没站起身来。当初逃荒，我拼了命地逃到丰饶的东北，投奔未婚夫，后来嫁给陆怀安，为了得到他的喜欢，得到他家人的喜欢，辛勤劳作，咽下所有的苦和累。做的这一切，我只是想活着，像个人一样活着。可我那么努力，我还是死了。死后我还听到周围的人都说，听说陆团长升迁，这次回来就要搬去省城了。沈清河是浮浅命薄，苦了一辈子，该享福的时候走了。哎，他死了好啊！听说陆团长跟广播站的林同志好事将近，现在他没了，他们也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那时候我明明已经死了，可是我的心口疼啊，太疼了，甚至还亲眼看着，在我死亡的第2天，陆怀安就敲锣打鼓的娶了另一个女人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上辈子的一切说不定只是一场梦而已。可那些记忆那么清晰，让我的心口那么痛。上辈子的去世让我经历了死亡，那么离开东北就是我的第2次死亡。死过2次的人，心会变得更狠，所以面对陆怀安的挽回，拒绝起来也毫不留情，没有一丝心软，甚至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如果是上辈子陆怀安愿意回头看看我，我肯定会痛哭流涕地扑进他怀里，向他诉说我的委屈。但现在我心如止水，甚至为上辈子的自己感到不值。因为陆怀安的一纸结婚证，我一辈子都埋葬在了那片黑土地上，甚至来不及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如果我们当初没有相遇，也许我根本不会那么早就没了命，更不会背着不检点的名声，被人戳着脊梁骂了10年。我知道以前忽略了你，以后啊。陆怀安的声音重新让我思绪回笼。陆怀安，我回过神来，打断了他。我只想问你一件事，那个我2辈子都没找到答案的事。什么事？陆怀安眼底闪过一丝希冀。你问，你是真的不行吗？陆怀安僵住，眼神暗了下去。他沉默了，那些早已尘埃落定的过往，卷起了一阵细微而陈旧的风。我微微一笑，我知道了，即便是早就有了预料，我还是不可以抑制的觉得委屈，觉得难过。陆怀安为了林倩薇可以牺牲一辈子的幸福娶我，为了不碰我可以说出我不行这样的话，可2辈子他都没为我考虑过一点。当初林倩薇的表弟林庆星差点侵犯我，解决方案明明那么多，他为什么偏偏要对我说，沈同志，我愿意对你负责，对你好一辈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爱我，
却要用婚姻捆绑我一辈子，还让我背负一生的骂名。夜晚的风有些大，吹得我浑身发冷，我双手抱胸抱住自己，任由发丝在风中飞扬。我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自己。可惜我中火一时才醒悟过来，陆怀安却连忙开口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可以解释的。”不用了，我扶了扶头发，扭头回了酒店。那时候我只是还没做好准备，所以才对你撒了谎。陆怀安追在我后面说道：“我和林倩薇也一直清清白白，我只是把她当作妹妹而已。但事实到底怎么样，又有谁知道呢？”我没再理会。但我刚走到酒店大堂门口，倏地出现一道声音：“沈清河。”我一回头就看到一个身穿西装、斜靠在柱子旁，依旧身姿挺拔的男人，一双桃花眼看谁都深情，不笑都带了3分情。我惊讶道：“裴彻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裴彻没有回答我，而是语气里都泛着酸。沈老板还真是受欢迎，刚跟我分开2天，身边就有了新人。他站直身子，朝我缓缓走了过去。别乱说，我也笑着朝他走去。这是这次朱越大会保护我的陆团长。陆怀安看着我们亲昵的说话，心里像是扎了一根刺。他主动走到我面前，把我和裴彻隔绝开来。我不仅是这次大会保护清河的，也是她的丈夫，请你自重。原本轻松的气氛顿时沉了下去。裴彻打量了他一眼，又将视线移向我。等到我给出一个解释，沈清河，他的声音很低，但语气里的冷意已经压抑不住了。我需要你给我个解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站在阴影之下，身影孤傲，岿然不动。我只觉得头疼，一把推开陆怀安，挽上他的胳膊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我在东北逃荒时的前夫，没证的那种。话音落地，裴彻的目光才柔和了几分。他握住我的手，笑着说道：“怎么不早说？差点让人误会。”但是他的眼底没有一丝笑意，视线全都在陆怀安身上。他朝他伸出手：“陆团长，你好，你好。”两人不动声色的较量，但他们的首次交锋是如此明显。我发现了，但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今晚的夜色。片刻，裴彻松开手，朝陆怀安微微一笑：“下个月我和清河婚礼，欢迎陆团长前来参加。”陆怀安的脸垮了下去，他黑漆漆的眼睛里情绪翻涌，仓皇看向我，像是一个无措的孩子，想要寻找一个庇护。他嗫嚅着唇：“真的吗？”迎上他的眼神，我点了点头：“我们要结婚了。”他自嘲地笑了一声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的眉眼清淡，眼神破碎，垂头时眼眶无端泛起了一抹红，胸腔更是蔓延起一阵酸涩。他感觉自己好像跌入了一处看不见的深渊。他才刚刚找到我，甚至还没和我解除嫌隙，我就要另嫁他人，让他连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和裴彻一起上楼，一起进入房间，我们亲密的样子刺得陆怀安睁不开眼。他怔怔地站在门口，明明没有下雨，可他的心却感觉湿漉漉的。房间内，我松开了裴彻的手，往沙发上走去。别抱了，我2天没洗澡了，你也不嫌有味。其实我依旧不太习惯这么亲密，可能是经历过一次真心被丢掉，所以再一次面对时，我再没了当初的诚挚。我和裴彻当初是在一个饭店打工认识的，后面又一起白手起家，在不同的领域里耕耘出自己的一片天地，又都在彼此最需要的时候伸出过援手。2年前裴彻开始追求我，我不反感，也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男人，就在1年前答应了。商场如战场，尤其是在男人鼎立的地方，我需要一个男人作为依靠。但是如果说我有多爱裴彻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很多时候更像是2个朋友，2个手足。至于裴彻到底有几分真心，我也没有过多探求，只要不背叛我，就算是商业联手也够了。不过对于我的平淡，裴彻一点不觉得，他顺势坐在我身边。我不嫌你脏，他把我揽在怀里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丝绒盒子，打开举到我的面前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我怔了一下，眼睛亮了几分，是金项链，应该没人不喜欢金子。我小心地拿出来，在脖子上比了比，又看向裴彻，帮我戴上试试。有钱不要是傻子，经历了2世，我早就看清楚了，一个男人说爱你，不一定是真的爱你，但是要是把钱给你买贵重的东西，带你吃好吃的，那是真的实打实花在了你自己身上。而且你不花男人的钱，肯定会有人替你花的。所以面对裴彻送的金项链，我一点都不含糊地接手了。裴彻看着我财迷的模样，无奈地笑了笑，伸手绕过我的纤细的脖颈，替我戴好项链。我去镜子前照了照，回头朝他明媚一笑：“裴老板，你送的礼物我很喜欢，谢谢。至于你的礼物，我下次再帮你补上，最近太忙了。”裴彻也跟着笑了：“我是男人，不需要礼物。”我没理会，朝他丢了一句：“礼尚往来。”裴彻走到我身边，从背后抱住我，下巴靠在我的肩膀处，说：“真的，我不需要礼物。如果你真的想送，就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怎么样？”“什么条件？”我看向镜子里的他，他狡黠一笑，和我对视：“换一个人保护你。”说到这个，我无奈地摊手：“这个是上面指派的，我无权决定，毕竟我只是一个商人，哪能对上面的决定指手画脚。不过我向他保证，你放心，我跟他早就没了感情。”沈清河。裴彻侧头看向我的眼睛：“我爱你，很爱很爱的那种，我可以把我的钱都给你，但是不要离开我。”他知道我是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我的身上也总是带着一种淡淡的疏离，即便是我们做过最亲密的事，可他总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走进过我的心里，我对他藏着秘密。以前他总想着我们可以慢慢来，可是他没想过有一天陆怀安会重新出现在我的世界里。裴彻生出一种害怕自己会失去我，我有些不习惯他的直白，眼神微闪。知道了，我想躲，却被他抓紧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不说永远都爱我？我不习惯承诺。我如是说道。我喜欢适时的行动，承诺是最没用的，只有在说出口的那一刻美好，也只有听的人才会一直记得。至于说的那个人，谁知道是随后一说，还是真心永恒？我可以吻你吗？裴彻突然眉头末尾问了一句。我扭头，
他吻上了我的脸，我们更亲密的事都已经做过了，你说呢？裴彻勾起唇角，浓郁夺目的一张脸，笑得像是得了糖的孩子，天真一笑。知道了，老婆大人。他松开了手，又去桌边拿出好几个袋子，这几件衣服是我去香港出差买的，你等会也都试试看。行，我晚点看。我没急着去拆开来看，而是先去了浴室洗澡。广东的冬天依旧很热，2天连轴转没洗澡，我已经有点受不了自己了。裴彻的眼光很好，买的衣服不仅好看，而且每一件都很适合我，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样。第2天，我穿着新衣服准备出席朱月大会。朱月大会其实就是南方的一些富商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，一起交流一些做生意的心得，促进南方更好发展。一开门，我就看到了守在门口的陆淮安，他眼窝凹陷，双眼乌青，下巴隐隐有青色胡茬冒出。你不会在门口守了一整晚吧？我惊讶，守护你的安危是我应该做的。他没有否定，其实他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晚上也可以去休息，只要随时注意我房间的动静就行。但是他想看看裴彻什么时候离开，他等了很久，等1个晚上都没等到那个男人出来，他就在门口守到了现在。昨晚在门口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过的。他曾无数次想要过破门而入，看看他们在里面干什么，可是他的职业素养阻止了他，而是确认里面很安静，他才放下心来。只是一想到沈清河和别的男人同床共枕，他的心又痛了起来。陆淮安的目光在我的身上扫视，确认没有什么可疑的痕迹，才放下心来。时间不早了，车已经到楼下了，我们走吧。我点了点头，正要走，里面的裴彻也快步走了出来，脸上带着得体的笑。带我一个呗，反正我也要去朱月大会。陆淮安刚想借口拒绝，我就答应了。昨晚裴彻已经和我说好了，不能换掉陆淮安，那他要陪在他身边。陆淮安在前排开车，我坐在后排，裴彻就坐在我旁边，亲昵地挨着我嘴巴，一直说个不停。一会儿说最新的商业政策，一会儿说中午吃哪家新开的粤式餐厅。陆淮安几次想开口，都找不到机会，最后还是我觉得吵得慌，开口。裴彻，你不累了吗？不累。渴吗？不渴，但是你吵得我头疼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裴彻立马闭嘴，他长手一伸，主动为我按头。我不说话了，我帮你按按。车内才换得片刻安静，裴彻像个战胜的公鸡，视线一直朝陆淮安的方向看。陆淮安一边开车，一边不停地看向后视镜的后排，两人一场无声的硝烟就这么蔓延了一路。我只当没看见，闭着眼睛假寐。我是真的很累。抵达大会时，裴彻前脚去了个卫生间，趁着大会还没开始，陆淮安把我拉去了后花园的角落。你真的爱他吗？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声音暗哑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的问题问得很傻，2个都要结婚的人会没有爱吗？陆淮安不知道，也不敢想。他一口气吐了一堆的话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他的家庭背景你清楚吗？他那副样子，明眼人一看就是个浪荡子，根本不适合你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莫名的笑了出来。陆淮安，这些话你想了一路吧？裴彻言行举止轻佻，一点都不成熟稳重，而且还是个有钱的大老板。传闻这种人经常背着老婆在外面养情人，甚至都养到小4小5了。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我当老板后认识了不少男老板，10个里面有8个这样，还有2个，1个不行，一个可能还没被发现的。裴彻靠谱吗？我确实拿不准，毕竟真心瞬息万变。但是陆淮安就比他强了吗？陆淮安看着我的样子，语重心长道：清河，你别转移话题。结婚是一辈子的事，你没必要为了和我赌气随便找个男人嫁了，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我指了笑意，我的私事就不劳陆团长操心了，为了和他赌气随便找人嫁了。有时候陆淮安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上一世被他毁了一生，这一辈子难不成还要被他毁了吗？也许裴彻会变心，会抛弃我，会爱上别人，这些我也都能接受，但他至少现在是爱我的，总是比陆团长当初坦荡一些的。我丢下这句话就扭头走了。既然选择和裴彻结婚，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无论以后是否能够白头到老，但至少这一刻我是享受了。他在说我爱你的那一刻是说的真心话，而陆淮安从始至终所谓的爱都是因为另一个女人。陆淮安张口想要解释，可不等他说什么，我就已经朝大会厅走去。他忍不住在我背后喊了道：沈清河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没回头，也没回答。我们之间没有误会，只是我醒悟了，看清楚了真相，不愿意再为了他蹉跎一辈子，想要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了。陆淮安对林倩薇的照顾，允许对方模糊界限，是真的。我2次被林庆星欺负，他要我息事宁人也是真的。当初生死关头，他选择放弃我救林倩薇也是真的。这些我亲眼所见、亲身经历的事情都做不得假，也骗不了人，都是事实，也都是陆淮安不爱我的证明。爱是脆弱的、自私的、专一的、带有占有欲的。清河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不会跟你前夫偷偷背着我私会了吧？我刚一进大会厅，就被裴彻从后面追上来牵住了手，眼底的占有欲明晃晃的都要溢出来了。我回握了他的手，调侃道：没有，私会也只跟你会。那就好。进入了会场，裴彻也正经了不少，他先送我到了固定位置上，才自己慢悠悠找到了摆放自己名字的座位。他在我面前像是个爱抢糖吃的小孩，但是独自一人时又全然是另一副模样。他剑眉斜飞英挺，黑眸锐利细长，薄唇微抿，下颌冷峻，眉眼间尽是成熟上位者的锋锐和深沉，只是坐在那里便不怒自威，即便是面对其他人的寒暄，他也只是浅浅颔首。偶然间和我目光相对，他又勾起唇角，眼带笑意如春风吹过。大会一直开到中午，我早就饥肠辘辘，来时我只在路边随便买了2个包子，跟裴彻一人1个。大会一结束，我立马就拉着裴彻去了最近市中心新开的那家粤式餐厅吃饭。至于陆淮安，我只是淡淡丢下一句你自己一桌就行，不用跟我们坐在一起，就找位置坐下了。裴彻十分满意，大手一挥：中午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不用，
昨天你送了礼物，今天我请你。我拒绝，顺嘴问道，我们的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保证办得风风光光。他拍了拍胸口，我还特意让人从法国带了一枚10星的钻戒，婚礼场地就在广州，当时我们相遇的地方。另外还有3套别墅和我名下一半的股份当聘礼。等这次大会结束，我们就去办手续。我一怔，你疯了？结个婚？把自己的家底都快给他了。裴彻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沈清河，你值得。这不仅只是一份资产，也是他证明真心的一种。毕竟都说男人的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给他多加了点菜。你赚钱辛苦了，以后再多赚点。裴彻笑了，妖颜若玉，一双深邃的眼睛，眼睛里装的都是眼前人。那结婚邀请前夫哥吗？他问。我筷子一顿，你想请就请呗。其实我不想再看见陆怀安，但是我怕裴彻多想，倒不如让他自己按自己的想法。好，一顿饭，我们2人说说笑笑吃了1个多小时，谁都没有去关一旁的陆怀安。陆怀安就坐在旁边的桌子，位置不远不近，我和裴彻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。他喉头滚动无数次想要起身的假动作，最后还是被定在了原地。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立场是什么。他感觉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整个人仿佛被揉碎了丢进大雨里，狼狈不堪。吃饭结账时，陆怀安趁着裴彻买单的间隙拦住我的去路。清河，我们好好谈谈好吗？我有很多狠话想和你说，还有以前的那些误会。他没办法看着我就这么一直跟另一个男人谈笑风生。我莞尔一笑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们还有什么误会？还有什么没说清楚的吗？有。陆怀安固执地看着我，我不想理会，越过他就要走，却被他抓住了手腕。算我求你好吗？声音很低，祈求的意思也很明显。我轻笑一声，扭头看向陆怀安的模样，仔仔细细，没有遗漏一点的表情。上辈子我也曾这样祈求过他，甚至不止一次。陆怀安，你能不能不要经常出任务，可以多在家陪陪我吗？但是陆怀安从来都是沉默，离开，置之不理。思绪回神，我甩开陆怀安的禁锢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一个眼神都没给他，就像他曾经对我那样。上辈子我满心满眼都是陆怀安，却从没真正被他看到过。重来一次，我不爱他了，也不要他了，他反而后悔了。我很想笑，觉得有时候陆怀安可真贱啊。我走了，和裴彻重返大会，继续下午的会议，一直到晚上回酒店，我都没再跟陆怀安对视，也没说过一句话。陆怀安几次开口都被我忽略了。晚上裴彻去外面买东西的间隙，陆怀安第一次进入了我的酒店套房内。他站在正在卸妆的我面前，身子仿佛秋日里落败的枯枝。清河，难道你真的就不愿意原谅我吗？我一直都把林千薇当妹妹，和她的结婚报告也是在你没出现前，我觉得她一个寡妇辛苦才准备的。后来遇到你和你结婚，我就没了那种想法。至于那种事，我欺骗你，我向你道歉。可是平心而论，其他地方我还有哪里不够好，让你一走了之5年都不愿意联系我，甚至要跟其他男人结婚？他想不明白，也不理解。我刚走到洗手池，准备接水洗脸，拧水龙头的手一顿，心中说不上来的感觉，像是吃了一个死苍蝇。所以陆怀安，你是觉得我斤斤计较，还是觉得你没错？陆怀安垂着眼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。见他停顿半天，我接着他的话继续说道，觉得我太绝情，太冷血，是吗？我从来没想过，即便所有的证据摆在面前，他竟然还能倒打一耙，觉得是我无情无义。我随意捧了几盆水洗脸，便拉了椅子坐下。你想知道，那我们今天就彻底说个清楚吧。陆怀安定在原地，一时不知该站还是该坐，他就那么站着，甚至心里有一种预感，这次谈话之后，他和我就是真的彻底走到了尽头。他甚至想要拒绝，想要离开，但是还没等他转身，我就已经给他移了一把椅子。坐吧，我们在最后谈一次。我和他之前在酒店第一次见面那样，点了一根女士香烟，沉默地抽了一口，掸落烟灰。我平静地开口，你总说你把林千薇当妹妹，我并不介意，哥哥理应对妹妹照拂一二，但当初我逃难到东北，人生地不熟，被林清星欺负，你劝我息事宁人，第2次我婚后被欺负，你依旧无动于衷。你和我结婚了，我们是夫妻，你却说你不行，不愿意碰我，你说你没做好准备，那你当初又为什么要娶我？面对流言蜚语，你不帮我澄清，反而替我辞去我食品厂的工作，让我在家待业，凭什么？说着我又想起什么，还有你当初说帮我调查造谣者，最后有结果了吗？你严惩造谣者了吗？我刚和你新婚，跟林千薇一同被劫匪挟持，你保护的不是自己的妻子，而是一个名义上的妹妹。还有当初部队的单身男宿舍里，林千薇帮你一个已婚男士缝内裤，一桩桩一件件，你真的有把我当做妻子，当做共度一生的人吗？这其中你平心而论又有哪一条是我真的都误会了？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吐出后，我感觉自己上辈子积压的那些委屈都少了一半。曾经我不想说，也不愿意深究，更不想把自己活成一个现在回忆里的怨妇，可陆怀安却一再纠缠，我实在不胜其烦。我也不明白，他明明根本不爱他，为什么还要装作一副深情被辜负的模样？一连串的话像是一颗颗炮弹砸在陆怀安的心上，他愣在原地，脸色发白，想要辩驳又无法辩驳。他只是悠悠地看着我，表情看不出高兴还是难过，只是嘴唇一张一合，一个字都没有发出。他说不出话，我直接又丢出一记重磅炸弹。其实我都知道，你当初娶我是为了帮林倩薇的表弟，也是为了避免林倩薇受到牵连。如果你不说娶我，我可能会举报林清星欺负我，他会坐牢，林倩薇也会因此染上污迹。但是你为什么要搭上我的婚姻，我的一辈子？把这些话全都挑明说清后，我吸了一口烟，又轻轻吐出，在缭绕的烟雾中，我神色淡然。陆怀安脸色惨白如纸，他悲伤的恹恹的低下头。对不起，当初我没想那么多，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当初说要娶你时，我就已经把你当做我共度一生的妻子了。从前是我模糊了男女的界限，忽略了你的选择。但是
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把烟蒂灭在烟灰缸里，起身走到阳台，但我也有权利选择不原谅你。他还想再开口说什么，但他又无话可说，因为我的话都是事实。毕竟他最开始想要娶我，确实是为了息事宁人，也许后来他真的是想对我负责一辈子的。陆怀安看着我的背影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。他朝我鞠了一躬，踉跄地转身出门。陆怀安知道，他真的彻底失去了我，比当初我离开东北，比他以为我遇害了的心更难受。更疼，那是一种尖锐的、猛烈地无法抑制排山倒海的痛苦，也是一种让他无法逃避、不敢直视的痛。诸月大会结束后，陆怀安就回了东北，甚至他没有说一声告别，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走了。1个月后，我如期和裴彻举办了婚礼。漫天的红色气球里，我好像看到了在五谷丰登的秋天，倒在了高粱地里奄奄一息的沈清河。再看向一侧的裴彻，眼眶通红，情绪比我还激动。我笑着对高粱地里的自己说：“放心吧，这辈子我们都在幸福。”我不太懂到底什么是爱。遇到沈清河之后，过了很久我才猛然懂得。我和林倩薇从小一起长大，周围的邻居都说我们青梅竹马，郎才女貌，长大了肯定是登对的一对小夫妻。娶林倩薇吗？不管男女，到了年龄都是要谈婚论嫁的，娶谁好像都差不多。林倩薇知根知底，从小一起长大也行，但是她15岁的时候看中了从外乡来的一个俊后生，人长得板板正正，就是有点文气，像是旧时代的那种文秀才。我从周围人口中得知他叫赵渠，东北人热情，很快我们都玩到一块去了。没多久，我发现林倩薇特别喜欢找他，我想着他估计是新鲜感。后来没想到他18岁的时候说要嫁给赵渠，大家都说赵渠是个外乡人，我俩才是最合适的，大家都替我鸣不平，说他被一个外乡人拐了。不过我心里没什么感觉，更没有意见。没多久，林倩薇也说服了家里人，如愿嫁给了赵渠。就是赵渠太秀气了，命也弱，刚结婚2年就一命呜呼，十里八乡的人更是说起来直摇头。从小就是个病秧子，看着跟个小姑娘似的，可惜他那刚结婚的小媳妇儿了。倩薇过了年也才20，年纪轻轻守寡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？林倩薇也常常找我哭，环哥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怎么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？赵渠他爸妈还说是我克死了赵渠，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有时候他把我的枕头都哭得湿透了。尤其是后来沈清河来了，他说他是赵渠在老家的未婚妻。林倩薇更惨了，莫名其妙就成了小三，不过赵渠也不在了，倒也没掀起什么太大的风波，毕竟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也觉得他可怜。刚好我爸妈也开始催我结婚，我想着反正都是要结婚，不如帮帮他。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沈清河也挺惨的，逃荒投奔未婚夫，未婚夫不仅已经和别人结婚了，还死了。那天我准备训练结束，就去提交和林倩薇的结婚报告，却撞见林倩薇的表弟林庆新要欺负沈清河，现在人正闹着要报警呢。林倩薇哭着求我帮帮她表弟，我心一软答应了。可看到红着眼睛咬着唇的沈清河，我也觉得他不容易。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：沈同志，我愿意对你负责，对你好一辈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是真的想对他好，可是没想到我却伤透了他的心。后来他更是一走了之，我还以为他出事了，被人贩子拐卖，苦苦找了5年。在我日复一日的回忆里，我才发现我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上了他，可是我却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我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，他更是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。我以为我们说开了还能重新在一起，可是他要结婚了，身边站了另一个男人，他们的关系那么融洽，甚至已经睡在一个屋檐下一张床上了。那个男人真的很爱她，给她买金首饰，买房子，还给她公司的股份和很多很多钱。单身，沈清河原本应该是我老婆的，这些东西也应该我来的，现在全都变成了另外一个陌生的男人，我心里难受，比针扎还难受。我找沈清河说过很多次，朝他道歉，和他说以前，但他每次都很冷淡，也不愿意跟我多说几句。直到最后一次，他说了很多很多，多到我不知所措，想要现场挖一个地道逃跑，躲起来不听。原来他在我这儿曾经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我真该死了。他说，但我也有权利选择不原谅你。我就知道我已经彻底失去了他，我走了。连带着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我和沈清河结婚了，和这辈子全然相反。沈清河没有离开我，我也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甚至冷落了他一辈子。最后他累死在了一片高粱地里，我的灵魂在他身边记得团团转，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落。我趴在他耳边求他，沈清河，求求你别睡，救护车很快就到了，你快醒醒。可他还是闭上了眼，眼角带着泪。最后一刻，我听见了他痛苦又绝望的心声。陆怀安，如果有下辈子，
我不想再和你在一起了。他那么难过，那么痛苦。我瘫坐在高粱地里，坐在他身边，泣不成声。沈清河，你的下辈子没有和我在一起，你过得很幸福。